我爸车祸昏迷后，保姆偷拿他的身份证登记结婚，趁我在国外，他带女儿鸠占鹊巢，还将他女儿打包成富家千金爆红网络，甚至造谣我在外不检点，想用舆论将我赶出家门。我的弟弟当众要和我断绝关系，未婚夫也听信谣言和我退婚，将婚约人选换成保姆的女儿。一个个白眼狼在这个时候全都现出了真身。可他们不知道，我爸所有的财产都在我名下，他身上只有一屁股的债务。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报道说我爸是12号出的车祸，可这结婚证登记的时间怎么会是15号？看着我因为被拦在门外而汗湿的衣服，林清瑶得意地挑眉，随即又咬咬唇，委屈地开口：“姐姐，这是什么意思？我妈和江叔叔是真心相爱的，你是不是就是看不起我妈，只是个保姆？要不是你在国外乱搞，还被人拍了下来寄给江叔叔，他怎么会被气得出了车祸？你要是想要家产，我们可以都给你，我只要江叔叔赶紧醒过来。”说着，他就倒在他妈林姨的怀里，低声抽泣着。我爸上个月出车祸昏迷，我这个月才收到消息，紧赶慢赶地回了国，却发现原本照顾我爸的林姨一跃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就连她带来的女儿林清瑶都成了江家二小姐。本就坐了一夜飞机有些烦躁的我拧紧眉头，我现在不想跟你计较这些。我爸在哪？旁边端坐着一直没开口的江来啐了一声，冲过来就要保护林清瑶。清瑶姐说的对，如果不是你不知廉耻，爸爸现在怎么会醒不过来？你现在还有脸回来问爸爸在哪？我是不会告诉你的，省得见到你爸爸直接被气死。说完，他立马站到母女俩面前，用自己瘦小的身子挡住我的视线。将来是我和我爸从福利院领养回来的男孩，当时他只有几个月大，被人遗弃在大学的垃圾桶里。我和爸一直默契的都没有提过他的身世，只将他当成自家人一样悉心教养着。我看着他脸上厌恶的表情，以及林姨身上穿的我妈生前的衣服，强忍着破口大骂的冲动。我指了指林清瑶手里的结婚证，所以我爸昏迷的状态下，你们是怎么办的结婚证？没等他们开口，一旁的大伯老神在在地说道：“阿里呀，这就是你落后了。现在咱们国家结婚啊，只需要身份证就行了。”想到他们乘着我爸昏迷，偷拿他的身份证去登记结婚，我心里一阵恶心，说话也带上了一丝寒意。你们这么做就不怕我爸醒了找你们算账？偷拿身份证结婚不说，还敢偷穿我妈的衣服，我看公司和家里的人都被你们换了个遍吧。一听我这么说，林清瑶立马换上一副深明大义的表情，对着围坐在沙发上的亲戚说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当初叔叔车祸，公司乱成一团，我只能站出来维持局面。你每个月要从账上划走那么多钱，还背着叔叔在外面乱搞，我都是为了维持你高消耗的生活，才裁掉一部分的员工的。”随着林清瑶的话，将来适时地将一沓照片摔在桌上，仿佛是什么脏东西一般，立马撇过头去，不愿多看。我定睛，只见散落的几十张都是白花花的大尺度照片，无一例外都是我的脸。周围的人立马围了上来，有几个叫不上来的人一脸猥琐地看着照片，嘴里还不住地点评着。林清瑶嚣张地死死盯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一丝慌乱，但是让他失望了。我将照片一张张收起来，放在手里掂了掂，
掏出手机就要报警。这 P 图的技术不错，我差点都没认出来。这里这么多人，造谣加上传播，也够关一阵子了。将来一听这话，顿时急了，快步冲到我面前，夺过手机。你还觉得不够丢人吗？爸爸都被你害成这样了，你是不是还要把公司都闹得倒闭你才开心？贱人！要不是青瑶姐帮你求情，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我被她推得一个踉跄，向后退了2步，直到抵住沙发，才堪堪稳住身形。这是要把谁赶出去啊？一片喧闹中，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我惊喜回头，只见门口站着的竟然是我的未婚夫周南旭。终于看到熟悉的人，我眼眶一红，站在原地看向他。南旭哥，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林清瑶一把推开，我没稳住，直接摔倒在了地上，头重重地磕在了沙发边缘。南旭哥，你来了，我已经收拾好了，一会我们就能去试婚纱了。我吃痛地捂住额头，一阵温热黏腻的触感让我心惊，伸手一看，果然大片的血粘在掌心。哎呀！我看到南旭哥太着急了，不小心撞到了姐姐。姐姐不会生我的气吧？我也是怕姐姐在国外开放惯了，见到男人就把持不住，抢了我的南旭哥，我会很难过的。林清瑶的长相随了他妈，一副清纯小白花的模样，此时正微皱眉头，一脸歉意的想要过来扶我。周南旭拽住他的胳膊，给身后的保镖递了个眼神，一个人立马上前准备扶我。江离，现在清瑶是江家的2小姐，我们俩的婚约解除，就换成清瑶吧。你在外的那些破事，我不想追究，但是你以后要是再欺负清瑶，我一定要你好看。看着眼前同仇敌忾的一群人，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明明1个月前还在和我发誓等我回国立马结婚的人，现在却堂而皇之的要求婚约换人。亏我刚刚还以为他是来帮我撑腰的，现在看，只怕2个人早就搞在一起了。我咬牙自己从地上站起身，抬手甩了林清瑶一个巴掌。周南旭立即将他拉到怀里，怒目瞪着我：你怎么敢？立马和清瑶道歉。我轻笑一声，打量着捂着脸失声痛哭的林清瑶，就她也配？她现在是你妹妹。林清瑶从他怀里抬起头，将被我扇了的半张脸露出来，红肿的脸颊加上不断垂泪的杏眼，立马激发了在场人的保护欲。如果打我能让姐姐消气，那我没关系的。说着，他闭上眼，一副任我摧残的表情。我抬起手就要打，这次周南旭的反应快了，迅速挡在他面前。够了，你还打上瘾了？我看这个家你也没必要回了，将来也跟着附和。我一开始就说不准他进家门，青瑶姐非要放他进来。说着，他立马又换上一副嫌恶的表情，转头看向我。我要是你，做出这么丢人的事，不如一头撞死。送你国外是去学习，不是送你去到处乱搞的。我作为江家唯一的继承人，现在就可以和你断绝关系。18岁的少年，此时站在我面前，竟然也有了一点上位者的气势。看来这么多年，我爸没少教他。我收回手，仔细擦干净上面的血，头也没抬。你最好看看这房子房产证是谁的名字在说话。和我断绝关系，那你们第一件事就是从这房子里滚出去。那又怎么样？我才是这家里唯一的男人，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一直沉默的林怡走上前拦住还要说话的将来，轻声哄着：阿瑶，你和南旭先出去试婚纱，别耽误了好日子。真正的缘分不是谁想抢就能抢走的。还有你，怎么和你姐姐说话呢？我平时就这么教你的，别人对你没教养你
也能没教养。三两句话就把错全推在了我身上，有意思。以前以为他是个安分的，没想到人家只是单纯沉得住气。他转身面向我，和从前一样扯着笑：“阿离既然回来了，就在家里住下吧。之前你的房间已经被你爸做主让给青瑶了，我现在就找人给你收拾出客房来。”我打断他：“既然这是我家，我为什么要住客房？”周围的人听我这么说，纷纷指着我议论。果然和网上说的一样，这江家大小姐就是个嚣张跋扈的。怎么说，现在青瑶也是她妹妹，换个房间都不肯。难怪周少爷喜欢青瑶小姐，不要她。换我也喜欢温柔善良的，像江离这种浪的只适合玩玩。你还别说，那身材是真的好。说着，一群人猥琐地对视一眼，然后哄堂大笑。我听着这些污言秽语，抬眼扫过去，一个个记住他们的脸。这时，从楼上换好衣服下来的林清瑶走到我身边，贴着我的耳朵轻声威胁：“我劝你看清形势，现在你已经臭名昭著了，你最好是乖乖的做好这个江家大小姐。不然我让你连这个身份都没了。我就是要你亲眼看着自己的东西全都变成我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家事，统统都要是我的。现在我就要和你的男人去试婚纱了，等我们结婚，一定让姐姐当伴娘。”大概是在楼上冰敷过了，他脸上的掌印已经淡了不少，一改往常的柔弱。此时的他满眼皆是势在必得的挑衅。他挽着周南旭的胳膊向门外走去，到门口时像是听到什么，娇笑着捶了旁边男人胸口，随即红着脸踮起脚亲了对方脸颊。我沉默地看着，食指深深嵌进掌心，刚擦干净的手又一次染上了血。当初要不是看林姨带着个孩子可怜，他连进我家门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包了他的学费，让他和我一起上学。怪不得和将来能玩到一起去。两个不懂感恩、鸠占鹊巢的白眼狼。我爸到底在哪住院？爸不想看到你，你赶紧滚吧！无论我怎么质问他们，我爸在哪住院，他们都不肯告诉我。将来这个白眼狼还要我下跪和林姨道歉，你们给我等着！我一一扫过在场这些人的面目，以后清算，我定饶不了他们。捂着流血的额头走出别墅的一瞬间，我瞬间松了一口气。一张被汗浸湿的纸条静静躺在手心，这是刚刚有人乘乱塞给我的，上面只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地址。我仔细辨别后，倒吸一口冷气。他们竟然把我爸囚禁在这个疗养院。我回来翻遍了全市的医院，都没找到我爸，原来是被他们藏到了最偏僻的郊区。为了安全起见，我直接将我爸转移到了看守最严密的军区医院。原先的疗养院也吩咐继续装成有人在的样子。医生告诉我，我爸情况其实没那么严重，是可以很快清醒过来的，但林姨他们故意推延治疗进度，才害得我爸一直陷入昏迷，真是心狠手辣。亏得我和我爸以前对他们那么好。大概是林清瑶和周南旭的婚事已经定了下来，他们早就放松了对我爸的看守，这正好给了我机会，将爷爷留下来的房子简单收拾了一下。我倒在床上睡了个昏天黑地，等我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我的手机已经被打爆了，微信也在不断向外弹着新的消息。打开微博，我才发现自己的名字高高挂在头条上，后面还跟了一个大大的爆。我一条一条看过去，才发现网上关于我的留言已经发酵到了顶峰。原来这几年林清瑶在娱乐圈一直不温不火，但是前2个月她偷偷救助流浪猫的事情被人拍了下来，发在网上，
一下子就挤进了新晋小花的行列。外加他对外不经意透露自己是江家千金的消息，瞬间富家千金人美心善的人设就立起来了。昨天他试婚纱的时候，发现自己花重金找人设计的婚纱被人剪得稀碎，一时没绷住，在店里掩面痛哭，大喊着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对他，还说是我自己行为放荡才被周家退亲。这件事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我的信息也被扒得干干净净，包括那些别有用心的大尺度照片。不少人在评论里高价求看，我的账号也被冲了，下面全是问我多少钱一晚的，真有意思。我飞快在手机上点了点，找到律师的电话，顺带着报了个警。他不就是最想看我气急败坏跳脚的样子吗？可惜我在国外拓展市场的时候，更厉害的招数都见多了，还会怕他这种不痛不痒的小伎俩。他是不是觉得毁掉一个女人最快的办法就是造谣？真是眼界狭隘，大概是经常处理这样的事。他的团队很快就运行了起来，铺天盖地的热搜和头条都在歌颂他这个被姐姐霸凌又坚韧不拔的小白花。我靠，这个大姐也太贱了吧！自己为了逃婚约躲到国外去了，现在又想抢妹妹男人，那么放得开，在国外玩的那么花，谁知道有没有染一身脏病回来？说不定就是被人抛弃了才抢妹妹的，想找个人接盘。楼上说的对，心疼瑶瑶摊上这么个姐姐，要是我早就被气死了。我是刘子，我在酒吧见过她，只能说非常放得开，一堆黑人围着她，你们懂得。我勾唇，有意思地看着他们一本正经的评论，截了几个典型的发给律师，通知他收集好证据后立刻起诉。这些人一看就是他雇的水军。其实那些图 P 的并不算好，有几张身形和肤色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当舆论的洪流涌过来时，没人会在意里面是否裹挟着微不足道的阴谋。做完这些，我按灭了手机。这样大规模的传播早就达到了造谣传播的标准。林清瑶那么精的人士肯定是不会亲自参与的。那就只可能是将来，也不知道林姨母女俩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能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鞍前马后。没等我吃完晚饭，大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为首的将来带着林姨母女还有一堆记者找了上来。一见我还有心情慢悠悠的吃饭，将来愤怒的一把将外卖全都扫在地上。江离，你还有脸吃饭？你破坏青瑶姐的婚纱，害她不能按时结婚，还有脸住爷爷的房子。你现在立刻当着媒体的面给青瑶姐磕头道歉，不然我就要宣布将你赶出江家。我微微抬眸，看着眼前我当成亲弟弟呵护了10几年的少年，你是不是忘了从小是谁一直护着你？没有根据的事，你就敢污蔑是我干的，还敢带这么多人来这里闹事？我看你有什么资格能让我滚出江家？将来气红了眼，张张合合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指着我的手不断颤抖着。林清瑶立刻上前扶着他不断顺气，语气哀怨地对我道：姐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妈，大不了我让妈离婚，你别再做这些让我们伤心的事情了，什么事都要以你的身体为紧，大不了我和南旭哥不结婚了，我把他让给你。他的声音本就微弱，此时更是多了一层鼻音，让人心生怜爱。周围的记者纷纷围了上来，有些人已经开始不顾一切地指责我。我暴毙看着眼前的闹剧，兴师动众地带着这么大一批记者过来，就是想将这些罪名死死地按在我头上。只见林清瑶和林怡对视一眼，后者立马抹着泪靠在墙上开始哭。老姜啊，
我就说不能结婚，不能结婚，你非要给我个名分。早知道阿离会做出这么多错事，我宁愿一辈子当个保姆陪在你身边。这些年你从来没有回来过一次，唯一一次寄东西回来就是那些照片，结果就害得你爸出了车祸。你让我们这孤儿寡母的怎么办？林清瑶声音里带着哭腔，放开将来，又转身去扶林姨。姐姐，你别闹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去医院检查身体。等爸爸醒了，我一定在他面前替你隐瞒这件事。可是婚约是周家爷爷换的，他看到那些照片后，坚决不肯再让你进周家门。如果不是南旭哥要求换成了我们家和周家的合作早就被撤了。剪坏我婚纱的事，我不怪你，可你能不能不要这么针对我？母女俩抱头痛哭，哭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就连我都快被他们这种大爱无私的精神感动得落泪了。姗姗来迟的周南旭更是将在场众人情绪推向高峰，他一把将林清瑶揽在怀里，当着无数摄像机的面，无比怜爱地擦干净他脸上的泪水。不用和这种垃圾说这么多，我就喜欢你的善良。说着，轻轻在他额头上落下一个吻。我翻了个白眼，用力的鼓掌。好，太感人了，真的。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这么感人的爱情。将来再一次恶狠狠地瞪着我，目光森冷。江离，你什么意思？不就仗着自己是江家大小姐的身份，才敢这样对清瑶姐吗？你根本就不配做我姐姐。今天我正好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公开将你逐出江家。我将视线落在他身上，刚刚光顾着阴阳那对鸳鸯，忘了还有他这个人物了。没等我开口，密不透风的人群被开出一条道。你好大的架子，我看谁敢赶他走。保镖搀扶着我爸走了进来，虽然清醒了，但是他整个人看起来依旧很虚弱。爸，你怎么醒了？将来不敢置信地走到面前，上下打量着我爸。他们每天都给我爸注射大量的昏睡剂，让他始终保持昏迷的状态。而我给他转院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全身检查。现在原本应该再也不会出现在人前的人突然出现，当然会被吓一跳。我爸伸手推开他，神情冷漠地注视他一会。怎么，我醒了，让你很吃惊吗？趁我昏迷偷我身份证登记，现在还要联合外人将我唯一的女儿逐出家门，是谁给你们的权利啊？记者一听这话，纷纷议论，诧异地将话筒对准林清瑶母女。不是说是真心相爱，在车祸前就领证了吗？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被江家人承认，这一切都是你自编自导的事吗？既然一方是在不清醒的状态下完成的结婚，那这样的婚姻还具有法律效益吗？林姨被一连串的问题问懵了，瑟缩着躲在林清瑶身后。林清瑶立马反应过来，跪倒在我爸面前，拽着他的裤脚就开始哭。叔叔，你不能为了维护姐姐就牺牲我妈妈。我知道你疼姐姐，可是我妈她对你是真心的呀。从进到这个家，她就一心一意的为了这个家操持着，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不能为了姐姐就一脚把她踢开，而且周家也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现在我是南旭哥的未婚妻，没了我，他一定会撤资的。周南旭也在一旁点头，表示林清瑶说的他都会照做。我爸看了我一眼，示意我处理这些事，就径直走向椅子坐下。我不慌不忙地绕过地上的一片狼藉，招呼门外的记者进来。早些年我妈还在的时候呢，林姨就一直明里暗里地勾引我爸。那时候我爸忙着照顾生病的我妈，根本没心思去思考这些。
所以是我发现了端倪，将林姨调到了花房，还警告过她。那之后她就收敛了，我以为是她放弃了，也就没追究。毕竟当时我和林小姐也能算得上是朋友，不想闹得太难看。上个月我爸车祸，没有一个人通知我，要不是我在国内还有朋友，我估计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就在我回来之后，却发现自己竟然连家门都进不了，而被我警告过的林姨成了我后妈。林姨面色惨白，但是算是镇定地站在林清瑶身边，死死咬着下唇，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爸。林清瑶最擅长利用自己的优势，她见我一点点说出真相，赶忙冲过来，作势要求我。还没靠近，她就身子一歪，倒在地上，泪眼汪汪地看着我。姐姐，你为什么要诬陷我们？明明我和妈妈都很欢迎你回家的。我扫了她一眼，讥讽道：欢迎就是霸占我的房间，还要我下跪才能告诉我爸住的医院。林清瑶眼神闪躲，一时想不到什么理由来反驳我的问题。记者顾不上观察他们的表情，急忙堵在我面前。那关于江小姐的那些传闻也是假的吗？我看过那些照片，看起来可都是很真实的。对呀，如果不是真的，周家又怎么会连夜退婚，还将新娘换成了林清瑶？我想被挤在最边缘的律师招招手，众人纷纷向后看去，只见穿着正式的律师带着一堆材料走了过来。那些照片都是从国外网站上下载的图片后期合成的，我手里的是原片。这些我们都已经提交了公安机关，相信很快就能有相对应的通报。他将手里厚厚的证据展示在摄像机前，还贴心地标注了番号，方便网友查证。将来闻言慌了神，两只手不断地揪着身前的衣服，眼睛偷偷瞟向林清瑶。那又怎么样？就算照片不是真的，就能说明你在国外没有乱搞吗？他小声的嘟囔，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想。照片是他找人做的。想到这，我不禁有些唏嘘。虽然是领养的，但我一直把他当成亲弟弟去看待，现在却是他捅我一刀。我将矛头对准他，毫不留情面地开口：我为什么要向你证明？我的私生活怎么样用得着你来关心？林清瑶此时回过神，又开始演起来：姐姐，都是我的错，你不要为难弟弟，我现在就让我妈去离婚，求求你不要再折腾了，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一切都是我自导自演的，姐姐完全没做过这些事。我这样说可以吗？只求你能让我妈继续留在江家，我们只要能远远地看着爸爸，不是叔叔，看着叔叔身体健康就满足了。我和弟弟也是关心你，现在国外违禁药品合法化，姐姐以前那么胖，突然瘦了这么多，该不会是也……说着，他像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立马捂着嘴。他一边说，一边不住地磕头，很快额头上就肿起一大片。看着他苦苦哀求的样子，周围的记者有些于心不忍，开始替他求情。我挑挑眉，饶有兴致地看着你一言我一语的众人。母女俩是吃准了，就算现在离婚，也能分一大笔财产，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地泼脏水。好啊，既然你们都说愿意离婚了，那就离吧。不过我可是要提醒你一句，我爸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反而一屁股债。现在离婚你也得分一半的债务呢。关于你刚才说我涉及违禁药品这件事，我的律师一会一起告你诽谤的。林清瑶本来就被我爸突然醒来打乱了阵脚，一连串的打击已经让他没办法维持很好的表情管理。听到我的话，他不敢相信地回头和他妈对视一眼，随即站起身，咬牙冲我喊：怎么可能？
江家那么大的家业，怎么可能只有债务？我还没说话，我爸就虚弱地开了口。早在阿离他妈去世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所有的财产和股份都转给了阿离。这么多年，我都是替他打工。唯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公司，前2年也因为投资失败破产了，到现在钱还没还完。这些年对你偷卖家里古董的事，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以为你是因为家庭有困难才这么做。现在我也会一项项的追回。整个房间里静得落针可闻。等大家回过神的时候，林姨已经崩溃大哭。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爱了你这么多年，照顾你这么多年，我就想和你结婚，有错吗？我爸闭着眼，不愿看他，紧拧的眉头透露出他的不耐烦。单方面的就是错，我对你从来都没有不一样的感情，那么多年又怎么样？我一定要对你的一厢情愿负责。那不是谁都可以说爱了我几十年，然后偷偷拿我身份证去登记。法律的本意是提高生育率，却被有心人钻了空子，将来似乎被打击到了，愣在原地好久没有说话。片刻后，他一字一顿地盯着我。那我呢？为什么家产全给姐姐？难道我不是你的孩子吗？我冷笑，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但凡他对我和爸有一丝丝亲情，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只是个垃圾桶里捡来的弃婴，要是安安稳稳的，我还能在你成年后分你一点股份。只可惜，我意有所指地看了看律师手里的照片，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脸上的血色唰的一下退了个干净。将来扑通跪下来，哭喊道：“姐，你原谅我这一次，都是他们2个人让我这么做的。他们说把你赶出家门前就都是我的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把你赶出家门，没想害你和爸爸。你相信我，他已经成年了，不再是小孩子了，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给我带来的是怎样的灭顶之灾。要是我心里脆弱一点，现在江家就真的是他们的了。”我没有回答他，一旁呆愣的林清瑶却啪的一下甩了他一巴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剪断刹车线不都是你干的？现在想撇干净回去过好日子，你想都别想。我勾了勾唇，对着早已赶到的警察道：“警察叔叔来得正好，他俩自己招供了。”几个人瞬间慌了神，惊恐地看向不断靠近的警察。林清瑶这时候才想起来，周南旭还站在一边，直接躲到他身后。南旭哥，你救救我！我都是因为太想和你在一起了，才会这样做的。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不能不管我。周南旭有些为难，眼前的局势现在已经不是他能左右的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接你出来的。你什么都没做过，一定会没事的。旁人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我和林清瑶都听懂了，这是让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将来身上。林清瑶瞬间安静了下来，沉默地任由警察带走他。巨大的反转让一旁的记者都惊呆了，直到警笛声完全消失不见，才叽叽喳喳讨论起来。这瓜也太大了，我要赶紧回去写稿，争取做第一个报道的。果然豪门千金不好当啊，这种处理能力我是学不来。你也别赶了，旁边那个全程直播的，现在网上都炸了，我估计这几小时他赚的1套房都有了。我打开手机，果然这件事已经传开了。林清瑶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好人缘一夜之间塌了，就连他和周南旭青梅竹马的爱情也被打上了小三的标签。看着网上又是一边倒同情我的言论，我无奈地笑了笑。一件事被曝光后，没有人会在乎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往往都是跟着别人编制好的谎言去绞杀受害者。在网络里，
每个人都有了隐身的法器，所有的不法行为都会不受惩罚。他们肆意释放着自己内心的压力和黑暗，通过指责他人的过错来获得一种道德上的平衡，事后再轻飘飘地说一句：“谁让他抗压能力那么差？”就算过去了。就像现在，正义的回旋镖又回到了林清瑶身上。经过这件事，网友对简化结婚流程的提议反对声更大，纷纷在民政局官网上留言，要求恢复之前的携带户口本政策。在舆论的推动下，关于林清瑶3人的判决很快就出来了。将来被判了6年，而林清瑶在周南旭的疏通下，完好无损地放出来了。他妈因为教唆未成年人杀人被从重处理，外加他替林清瑶顶下了恶意传播的罪名，整整被判了12年。我爸也向法院提起了离婚，因为这件事闹得很大，影响非常恶劣，很快就拿到了离婚证。再次见到林清瑶已经是1个月后的事了。他挺着肚子跟在周南旭后面，手里还提着一堆婴儿用品。见到我，他有片刻的闪躲，然后就是憎恨。现在你满意了？周家嫌我名声不好，不让我进门，我的孩子也只能和我一样，成为见不得人的私生女。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林姨当初在夜场混的时候，身边有个姐妹靠怀上了富2代的孩子，一跃成了人上人。虽然没有正式的名分，但是对方每个月都给她300万养孩子，还送了一套价值1000万的别墅。于是她也想走捷径，好不容易怀上了，对方却不认，1分钱不给不说，还全家都移民去了国外。对此我一点也不同情。周家原本就靠着和我家的合作苦苦硬撑。我爸昏迷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不好拿捏，所以换成了林清瑶，想着我爸死了，所有的公司都是将来的，到时候全部并吞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想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连累公司彻底断了生计。周南旭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一心想的就是艺术。原本有老爷子顶着，还能勉强维持着豪门的体面。这件事过后，周老爷子很快身子就垮了，留下一堆烂摊子就没了。最近正在忙着财产清算，一家人不止一次上门求我爸高抬贵手，甚至不惜让林清瑶顶着烈日跪在别墅外面。我将电话挂断，看着眼前略显狼狈的2人，你孩子的命不是你自己选择的。林清瑶一愣，片刻后眼泪止不住的流，她崩溃地将手里的东西扔在地上大哭。明明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从你手中抢走了周南旭，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结局？他撕心裂肺的声音在商场里回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周南旭似乎觉得有些难堪，黑着脸将他从地上拽起来，你先回去，我和阿离说几句话。林清瑶抗拒地摇头，现在抓住他是唯一的出路，他不愿失去这最后一根稻草。我也没什么好跟他说的，无视他们俩的争吵，向着相反的方向离开。回到家后，就收到了周南旭发来的信息：阿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都是被林清瑶给骗了，我相信了那些照片是你，所以才会接受他。现在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我不介意你骗我，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无语至极，将他拉进黑名单，他还不介意上了，原本也没多喜欢，最后一点情谊也在他护着林清瑶的时候彻底散了。他现在不过就是过不了破产的穷日子，想在我这吃回头草而已。不过我小看了周南旭的毅力，见我不回信息后，他开始日复一日地抱着花在别墅门口堵我。
就算我交代过不让他进小区，他每天也能找到各式各样的方法进来。我实在忍无可忍，和我爸打了声招呼，又回到了国外。之前赶着回国，留下了一堆烂摊子还没收拾。等我忙完，已经过去小半个月了。听我爸说，周南旭一直等不到我后，就将目标放在了另外一个千金小姐身上。为了能重新过上富二代的生活，他不惜入赘。但林清瑶不干了，她挺着大肚子住在地下室，周南旭却傍上富婆，要一脚蹬了她。于是他在周南旭结婚那天混进现场，盛着敬酒的时候，一刀捅进了他的胸口。孩子生下来后，他就进去和他妈团圆了。周南旭这辈子算是毁了。婚礼还没结束，就被女方送回了周家。原本就破产的周家，更是负担不了高昂的医疗费，草草将他送到之前关我爸的疗养院后，就算了事。听到这些消息，我心里并没有什么波澜，依旧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还要应付我爸不停的催婚。我没理他，看着在我努力下越来越大的商业版图，真好啊！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